苹果现在停产了 HomePod， 可是据说会有新的装置推出，这怎么跟我们先前听到的不太一样呢？嘿、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产品就是 HomePod， 对，就是最近停产的那一台 HomePod， 不是 HomePod mini。那 HomePod 这个产品呢，我是在它一开始上市的第一天就已经去买。那我记得那天早上就是去苹果直营店，然后去排队，其实在排了一点点队啦，前面大概只有2个人在前面。记得当天其实现场也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产品的推出，或者是他就算知道了，也对这个产品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他在刚上市的时候就没有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我在使用那么多年下来之后，我的感想是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它的音质表现不错，以智慧音响来讲，它的麦克风表现在它播音乐的时候也是不错。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可是如果当身边有人问我说应不应该买 HomePod 这个装置的时候，我的回答大致上都是可能先反问他们说是不是家里都是用 iOS 或是苹果生态链的产品。如果不是的话，我大部分都不太推荐。那如果就算是的话，我也会请他们好好去思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这样的产品。因为我觉得 HomePod 真的所能提供的服务性质方面啊，还有智能语音助理的方面，其实很多时候你单有一只 iPhone 就能取代它所有的功能，是不是还需要在家里放一个这样的装置？那使用这几年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直在等啊，一直等它的功能更进步，一直等它语音助理的功能更好，然后一直等它支援的智能家电系统更多，一直等到现在，它基本上就是沦为在我家里是一个我们家人有时候起来会询问天气，播放一下音乐，大致上就这样而已。然后小孩子有时候做功课可能设个定时闹钟，可是这些功能基本上也没有一定要 HomePod 来取代，所以沦为这样的装置基本上是有点可惜啦。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在等它什么时候推出新的版本，什么时候更新，或是更新它里面的处理器，然后一直等到后来它就停产了，然后推出新的 HomePod mini。不过最近又有消息传出来说苹果其实一直有在计划它的更新版本。那这边的更新版本就并不只是单是一个 HomePod， 然后更新处理器。那苹果现在所考虑的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有萤幕的 HomePod。那这样的概念可能就很像 HomePod 加上一台 iPad 在上面嘛。那如果只是这样的产品，它的必要性到底是多大？那如果我们讲到有萤幕的智慧音响，我们就必须要讲到 Amazon。Amazon 其实在这一块市场已经耕耘蛮多年了。那最近它推出来的 Amazon Echo Show 10。OK， 这一台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商品，因为它除了它的外形就很像一个矮一点的 HomePod， 然后再加上一个 iPad 在上面，但它很特别，就是它下面有一个转盘的机制，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自动会去跟随你的声音或跟随你人所在的位置去转向你。那我觉得其实多了这个小东西，它实用性就多了不少。那它萤幕不只可以用来视讯啊，然后显示每日资讯啊，或者是你问问题的时候提供答案，它还可以用来如果你要看影片，它可以播影片，那或者是你在煮菜的时候你有食谱，你要一步一步的教学，它也可以显示这些资讯给你。对，还有它在视讯的时候，它的萤幕基本上也会跟着你去转动。那这一点我就觉得方便不少，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或者是你家里的生活情况下，这样的装置就很适合放在比如说客厅的中心，或者是你可能厨房的中岛上面。那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生活上都非常依赖 Amazon 所提供的服务，不管是在平常日常购物或者什么。那如果你有这个 Amazon Echo 10，你基本上可以在上面询问说，我想要看什么食谱，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菜，那可能提供这样的照片、影片给你看之后，如果你选择说，我想要做这道菜的话，它可以自动把它里面所需要的食材都加到你的购物车里，然后可能在半个小时内啊，或是几个小时内就送到你家。那可能看你住在的地方是比较靠城市，还是比较偏远一点。然后还有，我觉得 Amazon 它对智能家电的支援度算蛮高的。你常常在外面看到很多智能家电，它可能支援 Amazon 跟 Google， 或者支援 Amazon 跟 iOS。所以它有点像是介于这2个主要的生态链之外的一个系统。可是它同时对比较多智能家电的支援度又单比 Apple HomeKit 或者是 Google 的支援度来得高，至少在美国的状况是这样子。那讲到智能家电啊，还有这些智能音响，很多人可能担心的就是隐私的问题啦。那虽然我蛮期待苹果会推出这样的产品，因为我相信苹果对隐私的注重。那其实非常现实的一点，如果说苹果推出类似的商品，然后排除 Amazon 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那它是不是就变成单纯只是一个有可以视讯功能的智慧音箱呢？因为它没有办法去结合像购物方面的服务。那如果说要结合购物方面的服务的话，在美国真的要使用，你必须还是要结合 Amazon 的服务。那这种情况下，苹果出了这一台装置，它的价格就绝对不可能像 Amazon 这一台只有$250，可能$400-500。那如果这样一比对一下，你想一个那么贵的装置，就算苹果它的音效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们都在先前的HomePod 的表现，
们就看得出来，其实买这类产品的人对这些音效的追求都不是非常的高。他会不会愿意付那么多的钱，就为了买到跟 Amazon Echo 很类似的产品？以现在市场的反应看起来是，消费者并不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苹果要出这种商品，到底它的实际的效应，它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出这种商品？如果单单它的卖点就是苹果对隐私的尊重的话，这样有多少消费者会买单？那当然，我们现在住在台湾，可能以上讲的很多这些购物方面的这些功能都还用不太到。可是毕竟美国它还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嘛，那苹果要推出这类商品的考量，毕竟还是要去思考说，它在美国这个地方到底卖不卖得动？那以 HomePod 现在的表现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蛮困难的，因为先前的 HomePod 就是这样失败，导致现在要停产。所以呢，今天的问题我就是想问问看大家，如果说苹果想要切入这一块的市场，智能音箱加上一个萤幕可以做视讯的功能，它需要做什么样的改进，让消费者更愿意去买单？那如果以它的价格至少400-500块美金起跳来讲的话，你期望它里面有包含什么样的功能，你会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因为我自己看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难的。我可能会买，就是因为我家里都用苹果生态链。那我会买来可能做评测，然后试试看试用给大家看，然后再来的几年再来分享我的感想。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我真想不太到它使用功能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随身手上的智能装置，不管是 iPhone、iPad， 可以做到的事情都绝对远比一台在一个定位在家里的一个智能音响还要多。那就算苹果真的可以把它的价格压低到，比如说200-300块美金之间，你还是会相对的去比较。如果我今天住美国的话，我会想说，如果你不能提供像 Amazon 那么方便的服务的话，我会不会真的去用它？这一点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那我想听听看你们大家的想法，所以你们有什么看法，还是我有什么没有想到的，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补充。OK， 好，那今天影片大致上就是分享这个消息，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还是蛮喜欢 HomePod 这个产品，那听到它的停产也是觉得有点可惜。那现在看到这个新的新闻出来说，苹果可能会出一个有萤幕的 HomePod，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帮苹果想看看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按赞、订阅、留言跟分享。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OK， 这些智能，那使用这几年下，一直等它语音助理的智能。看，如果你要看影片啊，如果只单单是苹果，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帮苹果。